那个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在这个新年之前，您能来这个接受我们的采访，对，然后也是我们也是这个中文地区影响力还不错，然后也可以把你的一些最近的观点分享给大家。对，其实这次采访，对，我之前也把这个也准备了一些啊，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你，其实你是12岁离开中国的，你现在对你12岁以前的这个中国和童年的还有一些记忆吗？有啊有啊，当然有啊。那个呃，其实我觉得我童年过得蛮幸福的，我童年的回忆都挺好的。因为那时候小嘛，我父母都是老师，我一直住在学校的 campus 上面，就是那个中学的 campus，跟小学的就中科中学的 大的这个 campus，校园里。还有科大的校园里面，然后反正就整个一直是学生这种环境啊，这种环境其实给我留下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我童年过得基本上是无忧无虑。我们不是很富裕啊，就是一直，但是好像就是小孩子对缺钱也没什么感觉，但是过得我觉得一直过得还挺好的。是，但是就我看你后来的采访，就有一个我其实有一点疑惑哈，就是你们搬到加拿大里去了以后，包括这个您父母在那边，您有一个采访说您父母在那个时候拿的是当地相当于接近于最低的那么一个工资，就你们到了加拿大以后，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拮据一点？就你父母在那边是继续做老师呢，还是别的工作？然后你是不是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打工啊，赚钱？对，就是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们在中国应该是在中国的那个水平是中等，或者是这种小康家庭吧。然后就是反正两个父母都有工资，而且我爸在留学的时候呢，他省一点钱寄到中国，中国那时候乘以8，就美元反正就乘以几吧，然后过得还可以。然后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其实生活质量并没有下降，但是我们就变成社会里面靠底部的了，嗯、但是吃穿住也都没有问题。我妈就没有办法再做老师，因为我妈的英语不好，所以她就从一个中学老师变成了那个去衣厂打工，就是在衣厂里帮人家缝衣服，然后那个就是每天大概从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6、7点才回来，然后就在衣厂缝衣服打工。那个工作呢，长期来讲对眼睛啊、对手啊、对身体啊都不是特别好。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也没有办法，那是他能够找到的，这是他能够找到的工作，在一个新的国家里面。我爸爸那时候呢算是一个助教吧，但是助教拿的工资并不多，然后就是所以我爸虽然不是最低的基本工资，但是拿的工资也不多，他需要他但是大学里面因为我爸是助教，他有补贴家庭的住房，然后所以我们就住在一个小的一个房子里，但是那个房子呢，说实话比我在中国住的地方大。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房子，其实是一个 upgrade。只是我们在加拿大呢，没有说特别贫穷，但是反正接近 minimum，就是接近最低您父亲收入。是教什么专业的呀？他是教地球物理。地球物呃，理。对，了解。就是 geophysics，所以就是所以他的数学非常好，就是地球物理就是反正很多这种很长很长的这种公式，然嗯。后就整天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的，所以就我父亲的数学非常非常强，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个人理科也比较好一点。对，其实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像您和 Vitalik 其实都是在移民到了加拿大，然后好像你们都是这个大学的时候辍学去创业。就你那个时候是就是因为想要创业所以辍学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我离开我退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大四了，所以就是我不是说别人大一大二就退出来，我那时候大四的时候在东京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给我的就是我老板就说你实习结束了之后你再回来好了，我再回来我给你一份工作，这个工作的工资是这个，然后我在市面上比较了一下，这个工资我毕业了之后拿这个工资，也肯还不定是拿不到。如现在高。就我毕业之后拿的那个他给我那个 offer 是非常好的一个 offer，我想说我就算等完毕业了之后，所以当时跟我老板商量，那就要不然我老板其实当时问我说，要不然你先拖一年，就是你先延迟一年，就继续工作一年，因为当时那个有一个项目，做到一半儿，然后他就说这个项目没做完，你要不然就延迟一年行吗？就是我会延迟几个月，就延迟一个学期，然后那反正我给你涨到正常工资，正常工资他给那个 offer 是比较 generous 的，就是
我想说我毕业了之后也拿不到这么高工资，然后就从几个月变成1年，变成2年，我就后来就没有再回去了。哦，所以是这然后个原因，不是当时就要辍学创业，像马斯克什么之类的，主要是这份工作的这个待遇当时恰好就非常好。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没有像人家那么牛逼的说什么，就毕业辍学就创业，去创业了。我当时就是因对对，为有个比较好的 offer，所以我就推迟了几次，后来就没有再回去。理解，然后对，然后我后来发现，没有那个学历了之后，有时候申请签证不太好申请。嗯，然后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远程的那个什么distant education 的一个 college，然后拿了一个学历而已。所以我学历是有，但是我 GIL 没有毕业。了解了解。后来其实你也创业了好多个项目吧，好像我看报道有说5到10个，然后之后在这个2017年这个创立币安。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哈，包括大家也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币安它其实在刚创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们还是非常困难，而且你自己肯定也没想到后来突然一下能够长成这么大，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有找了大量的这个顾问呐，或者什么等等的，其实也在当时也都是就是比较社区向的一些人。就是嗯。从你现在的回想起来，你觉得就是当时币安能够那么快速的，可能1年就突然爆炸式的涨到这么大的，最重要的几个原因是什么？你觉得OK，我觉得很多人说币安是一夜之间做起来了，但是他可能没有算前面的20年，我？OK，我就我花了20多年在里面就在整个行业里面折腾的，不是在这数字货币，反正我花了20多年在技术行业、交易所行业的里面折腾。我开始做币安的时候，我已经在数字货币行业里面混了4、5年了，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人脉、团队都有，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做币安那时候比较好的是，我把一个比较强的团队组起来了，当时有合一，我们的技术团队、产品团队也非常强。然后，在社区里面有比较多的支持，就是大家反正就相对来说，大家对我不是特别陌生。然后，另外是我们运气很好，当时那个时机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机。2017年是一个 ICO 年，就是大家都在做 ICO。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老的交易所，像 Coinbase，包括 OKCoin，火币等等，他们那时候都还是做比特币交易所。他们那时候上的币都很少，就是以太坊的 ERC20的这种 token，他们上的都很少。我们是一上来，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 BNB 就是 ERC20 token，所以我们对，就支持了这个。然后后面有很多 ERC20 token，我们就上的很快，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 ICO exchange。然后另外是我觉得从产品的优势上来说，我们的产品优势比较明显。但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理念跟之前的交易所的理念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的理念不是为了赚钱，我们要保护用户。就是这个东西当时从94清退的时候就很明显。你当时应该记得，就当时94清退的时候是说交易所不能做，交易所在中国不能做了。在中国做过 ICO 的项目，如果赔钱的话，需要对，把钱还给投资者。对，这时候很多项目就还不起嘛，然后就因为很多项目是在水下。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我们平台上 BNB 当时是6倍价格，所以没有人愿意就还6块钱拿1块钱回来，这个嗯，这当时没有人做。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我们平台上支持了大概有四个项目是在水下的，项目方也没有钱把那个用户补足。嗯，我们当时很快的算了一下，就是大概如果是我团队建议说，我们是不是要花钱把我们的用户补足？这是其他人的项目。然后算了一下，说需要600万美元。那个时候600万美元对我们来说是天价。因为我们就2个月之前才融资了大概1500万美元。然后600万美元，而且我当时是在赔钱的。600万美元代表了40%的那叫什么 treasury，就公司的资产就那么多。所以我们一口气花了40%的资产，然后把我们的用户补足了，而且这不是我们的项目，都是四个就不是我们发的项目。而那个东西当时就是在中国的用户口碑跟国际的用户的口碑都变得都变得非常好。所以就嗯，是我们做了很多这种保护用户的事情，然后用户就很快的全部过来。所以我理解，觉得我们的理念跟之前的那个之前的社区里面的理念不太一样。我们是完全以用户为中心，然后从客服也看得出来。17对，年的时候，你那时候提一个客服请求，你大概需要等2、3个月，任何交易所。然后我们说1天，然后现在是变成5分钟。
所以我们一直是以用户为主，所以就那时候涨得挺快的，运气也比较好。对，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在比特大陆工作，其实那个时候币安，我感觉你刚开始做的一年应该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安全类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因为整体的团队还比较小嘛，然后整个行业的安全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是对呀。不是这方面的安全的方面的压力，黑客攻击啊什么的，压力非常大？是这样，就是那个压力，做任何交易所，黑客攻击的压力总是大，安全总是最重要的，你没有安全是没法做的。这个里面有个小插曲，有个小历史故事，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币安上线之后，大概前面4个月，从7月份大概到10月中、10月底，我们的币安的出金都是手动做的，就是需要手动审核，每一笔出金都需要手动审核。刚开始是手动处理，然后手动处理的时候，就每天大概每隔几个小时会处理噼啪啪啪处理几笔，晚上的时候就是有人睡觉了就没人处理，然后后面就买自动化手工审核，因为这个当时我们当时就特别怕，如果是有一个 bug，自动化的出金就啪啪啪全部出去了，所以就一直十月的时候，币安已经是全球前10大交易所之一了。那时候出金还是手动出金的，所以这个细节可能大家很多都忘记了。然是，后，但是其实当时更大的挑战是那个系统压力，就嗯成长太快，用户一直嗯，进来，然后系统一直卡，然后宕机，对我们广告的是撮合引擎速度很快，的确是很快，但是周边的系统一直卡，就周边的包括注册系统、KYC 系统、各种入金系统、出金系统，所有东西都在卡。所以当时其实更多的是系统性能问题，花了很大的时间一直在调优等等。理解理解。嗯对，呃，后面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币安成功了以后哈，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 FTX，对吧？但这个嗯呃，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也是这个币圈历史中最荒谬的一件事情了，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对，这个币安可能也些许的少数的被牵扯其中哈。就这个问题我可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回答，就是从现在想起来，当时有没有可能再救他一把？因为现在看来好像他的资产似乎也能够覆盖这个用户的这个，虽然他做了这种很恶劣的啊，挪用用户资产，这个肯定是他要坐很多年牢，但是好像他剩下的资产倒是也能够覆盖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赔偿。我的理解是这样，我的理解是按照美金当时币价，他们现在有的资产可以覆盖当时的币价，但是如果是当时所有的币全部还给用户，当时的比特币、以太坊等等其他的币全部还给用户的话，这些币的升值目前是覆盖不住的，这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当时他没出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可能每个人现在手里的资产要比现在多很多，可能要多3、4倍。只是按照当时他们现在这个计算方法是按照当时的嗯，币价，当时的比特币，然后换成美元，然后按照现在资产的价格换成美元是能够覆盖的。但是如果当时的币是所有人都拿住的，现在应该是现在的市值的4、5倍。所以嗯。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确定我的理解是不是完全对，正确。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所以所以就是说，当时研究出来还是觉得这个缺口太大了，可能无法这个后。对，所以就是它其实并没有覆盖所有用户资产，它只是按照当时低价的，就是说当时他把币全部还给用户，数字货币全部还给用户，现在用户是拿到钱多5倍，而且这是用户的钱，所以其实它少，它是因为币价涨了，这就像这 Mt. Gox 嗯，14年欠了几个亿，当时是天价，现在币涨价了，说好可以覆盖当时的比特币价格，当时比特币只有600块钱，但是对，从用户的角度来讲是说，哎，我如果拿住这个币，我现在钱要多5倍，所以他还是损失了70%-80%。嗯，我觉得回头来看，我觉得到22年11月份，他们已经开始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救不了他的。他如果是更早发现，然后说不定还有可能，但是更早是没有办法发现。理解理解。对，还有一个最近的热点问题，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其实像币安早期的时候，很大程度的成功是因为上了很多涨幅非常高的新币，包括像 BNB 自己，还有嗯。可能还有波场啊什么等等其他的，包括后来币安的 Launchpad、Launchpool 也非常成功。但是
最近这一年以来，这个您可能也知道，就是这个链上的这个经济，它突然非常的活跃了，而且大嗯量的人他都是在链上获得这样的最低价格。那往往交嗯易所上币呢，它变成了一个逃顶的信号，这个就和当年形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就彻底反过来嗯。了。我觉得不管是币安还是其他交易所，也肯定对这个事情，感到很怎么说，很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啊，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至少有几个层面啊，就至少有两个层面吧。一个层面是说，很自然的是当一个平台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只能上一些比较稳的币。它就是如果币安上上一个小的新的币，它这个市值波动就太大了。就是如果说它一个小的币市值只有1000万，然后或者只有几百万美元，或者只有几十万美元，这上下币安，那这个价格就波动太大，就一根针上去，然后后面那就是，所以从大所的角度来讲，他们只能上一些市值已经比较大的币，不然的话这个价格波动太重，小的币的价格波动太重，所以这是大所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限制。但当然，他们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些创新区啊，或者是这种Web3的钱包里面支持这些东西，这些他们是可以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做。所以就是这块儿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币安在这块儿做的不是特别好。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就是但是币安过去一两年，可能精力都被牵扯在其他地方，就包括美国的一些事情，我个人的一些事情等等，就是我们会比较被分心，然后而且有些特别是我个人，我过去一年基本上就一直在美国，在处理我个人的事情等等。那另外呢，是过去一年火的是另外一个角度，过去一年火的是这个 meme coins 很火。meme coins 呢，我觉得也挺有趣的。meme coins 我觉得几个大的交易所基本上没有抓住，反而是链上比较容易抓住，特别是在 Solana 上面。这里面，你可能了解的比我多，但是就是我听到了几个理论吧，然后也不确定是真的假的，也不确定对或错。第一是 Solana 在 FTX 倒了之后呢，他们就之前是 Solana 是绑着 FTX 的，对对对，那它有个它这个复活确实是非常的让大家惊讶，就是以为它要完蛋了。他也很牛逼。然后交易所 FTX 倒了，所以 Solana 的一帮人赔钱赔得很厉害，然后他们也没有交易所在支持了，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去 pump and dump。他们不管。你想想看，如果在币安链上面，因为它不管怎么样跟币安还是有点关系，对吧？就是跟币安还是有点，还是有点还是有一点关系。如果在币安链上面做 pump and dump，这个东西对币安来说不太好看。而且如果交易所直接说一个大的交易所直接去做 pump and dump 这种东西，这个东西不太好。这东西从不管是道德上还是从法律上来说，可能都有些问题。但是在去中心化交易所呢，还另外一个是，呃，过去几年，特别是美国的证监会，那个 Gary Gensler，就是只要是币，他基本上就会告说它是证券。所以唯一能够很明确不是证券的，就是我发一个币啥用都没有，它就是个 meme。所以 meme coin 它不太会被告。那这个东西呢，那就 meme coin 是跟监管有关系，然后那就他又没有他又很公开的说他没有其他的 utility，也没有其他的 promise。那就 pump and dump。那刚好这个东西就很适合在 Solana 上，Solana 那帮人赔钱了，说我也不管了，就 pump and dump。然后他们也没跟交易所有什么密切的合作，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decentralized。所以我觉得这几个东西反正凑合了他们的时机。就我们17年的运气比较好，是我们的时机，那是这过去一两年凑成了这个 meme coins 的一个时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有趣的。不代表说这个东西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好或不好。我觉得就是既然行业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在不管是作为一个股东来讲，或者是作为行业里面的某一个就是一个 KOL 吧，或者是作为一个行业里的一个 OG。我是只要能够行业发展，我都会去支持。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套 meme coin，我现在我也是鼓励大家都支持 meme coin。理解，对，其实你刚才说币安现在面临很多困难，包括你可能需要 listing 有点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数据这也不是给币安打广告哈，但是确实另外一个数据显示，去年币安的资产流入是要超过其他所有交易所之和的啊，这个嗯说明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这一年币安有很多事情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健啊，对吧？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但是现在的中心化交易所也面临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合规的挑战啊，就是
合规的交易所它其实不挣钱，但是离岸交易所呢又面临很大的这种越来越大的监管风险，对吧？我一个老板，我有可能我去什么日本啊或者什么欧洲旅游，我可能都不行了，对吧？因为我服务了他的用户，我可能万一一落地法国，我就跟那个 Telegram 的老板一样被抓了。对，就是这个现在交易所的这种困境，你怎么理解？你是不是也觉得可能未来大家都必须得往合规的这个方向走了？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那个只要你的平台够大，平台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必须合规。因为那个这个从合规的执法跟监管部门来讲，他们小的他们有时候不管或者管不过来吧，然后但是大的他们肯定会管，所以就是他们从大的从币安开始，然后就币安被整了半天，对吧？然后呢币安必须走合规的路线，然后币安有很多事情不能做，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Web 就是跟挂在交易所上的 Web3钱包，币安的钱包是全部需要 KYC 的。虽然它是在 Web3钱包，就它的用户自己拿着自己，就是那个是 对 MPC 的，他是自己拿着资产的。但是现在有些这种比币安稍微小一点的交易所，你用它的 Web3钱包，它就是没有 KYC。对对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币安就没法做。那比币安小一点的，就是第二层的这些交易所，也都不小的交易所，他们经常都是没有 KYC 的。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所以就币安受限比较多，然后大的交易所受限比较多，然后但是合规必须去走。但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是说，在这个走的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被监管或者是同等对待的。law 他们去这个法律的执行是不平均的。对，时机他们也不一样。如果是到现在的话，那可能对吧？像孙哥那样给川普疯狂的捐钱，但那个时候民主党时代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对对，但是我觉得迟早来说，就是监管会特别是美国现在变得非常支持数字货币了。美国会带头说，我觉得会有一系列的对数字货币行业非常正面的监管条款出来。我觉得美国的现在新的证监会出款就非常清晰的这种监管条款，而且应该会比之前的要正面很多。那这样的话，就监管现在应该会在变得更好，然后就是这个监管就 regulatory framework 会变得更好。然后那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有牌照或者已经是符合监管的，反而会有机会成长的更好一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你刚刚说的，支持你刚刚说的一点，就是虽然现在 meme coins 很火，但是你看从资金的入金来讲，在币安平台上过去一年可能是超过了所有其他交易所加起来的，那就代表说，其实从很多散户，很多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去追溯，他们会选择一个被监管、感觉起来最稳定，已经反反复复的审查过很多很多遍，但是还在运营，还是最大的一个交易所，所以很多新的用户反而会选择这种比较稳的平台，所以这里面有两边。所以我觉得 meme coin 很火，但是说实话，玩 meme coins 的人都是一些 OG，就 OG 偏多，也有新的人进来，但是就是这个理念是还是 early adopter 比较多。很多人玩了 meme coin 之后，他再去玩数字货币，还是买比特币。那买比特币的时候，那你可能还会选择大交易所。所对，以就是这两块，我觉得会有一些平衡的，就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成长速度，也有不同的监管压力，也有不同的模式。我觉得这块都挺好的。理解。反正一个行业里面应该有很多种不同的平台。对，你怎么看现在香港的监管政策？就是你刚才提到了美国现在对吧？一个整体的肯定未来2到4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整嗯。个中国地区可能现在就是把这个香港当做一个突破口，而且最新的这个中国央行报告也非常鼓励了这个香港积极探索这个加密货币政策。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我比较直接的说，就是，香港，我觉得中国这个策略也非常聪明。他把香港拿去做一个便沙盒，对，然后这个之前前任美国总统的话过去4年美国是非常不支持数字货币的，非常打压数字货币的。那么那个香港是在他们跟美国相比是对数字货币更友好的。但现在来说，香港可能有点落后。对，但是就是香港的那个监管条款，目前的监管条款还是限制比较多的。跟日本比，日本7年前的监管条款是对上币有很多限制，然后期货等等不是特别明确，限制都比较多。
日本大概从3、4年之前，上币的限制已经放松，就基本上完全放松了。香港目前还没有，所以我觉得但是最近我跟香港的一些非常监管的一些高层的人接触下来，我的理解是香港开始要放松了。就香港，因为现在美国往前迈了一步，对，那香港有压力，对，对，美国现在往前迈了一大步，那香港就不能落后，所以我觉得接下来香港应该很快会做比较大的正面的调整，就是这个东西从监管上来说，一定要一步一步来嘛。但我觉得香港这个节奏，之前我们觉得香港还是有点太那个监管条款还是有点太紧，接下来他们应该会更有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对香港还是保持着蛮乐观的看法。理解。对，嗯，下面我想聊一聊，就是你之前写过的那篇文章叫《原则》，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对，那篇文当然有。章其实整体的传播非常广，然后很多人把那篇文章认为是你对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业的一个经验的总结，然后其实里面我印象中也有非常多很有趣的地方，比如你说这个你希望更多的和主动来找你的人合作，比如说你觉得在工作效率上能用文字的就不要打电话，是吧？能打电话就不要这个开会议。对，我觉得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现在你回想这篇文章，你觉得哪些是你最希望向外界传达的点，以及又经过了这几年，你有什么新的想补充的吗？就是或者我听说你也在写自己的一本书，对，可能是不是这篇文章对，的一个拓展？对，对对对，我那篇文章我大概花了2、3年才写出来。写了那么久，就是那篇文章我是没想到一点点我就加进去，没想到一点点我就加进去。然后那篇文章是，我读完 Ray Dalio 有本 Principle 的书，然后我读完 Ray Dalio 那本书之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写出来，但是我就一直写不出来。然后后来我跟 Ray Dalio 见面，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写这个 Principle 的书？”他跟我说：“你每天你每天晚上想一下你今天做了哪些决定，然后你为什么做了这些决定？如果是有哪些决定是有原则性的原因在后面的，你就把这个原则写下来。”然后他跟我说了这个之后，我就说我就可以慢慢写了，我就每天就写一点，我就每天看我开了哪些会，做了哪些决定，然后决定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如果那个原因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那我就会把那个写下来。所以我就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就大概反正持续了大概2、3年，才把那篇文章，虽然那篇文章的页数也不多，大概也就10来页吧，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对对，所以其实花的时间很多，但是那个是瑞给我的一个指点之后，就把我点通了，然后我就慢慢的试着把我的东西写下来，然后而且我尽量写一些我的思维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你说公司里要省钱，这对，大家都知道，那有意思。我就不写了。所以就累积了，我就一直在观察我自己，说，哎，我有哪些东西想法跟别人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所以就是别人说，你看，如果能见面开会就不要打电话，然后如果能打电话就不要发消息，然后我是反过来，我说这一点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东西我是花了蛮多时间，而且我团队也帮我修饰了一些，但是总的来说那个文章还是主要内容 It's 10:30. 确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另外我现在自己的确在写一本书，就是把我整个这个经历的书，我在写。然后现在我是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初，把这个就 Q1、Q2把这本书写完，发出来。哇，然后这么但是现在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没啥事干儿，然后那个也没法见太多人，然后我就花比较多时间写。现在有点卡住了，现在太忙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很忙，而且现在就没有工作了，还是很忙，不知道为什么。呃，那你现在的主要的因为像之前可能有一个信息说你可能会更多的参与一些 Binance Labs 的投资啊相关的工作，现在会不会主要在忙一些跟投资有关的事情？是，其实对，其实我们现在会把那个 Binance Labs 改名，改成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可能这周就会发布，然后我现在就是我投资不受限制嘛，那我现在就做些投资，但是其实从投资上来说，我对看投资那块做的比较少，我比较喜欢跟 early founders 去聊天，就是因为我是创业者嘛，我喜欢支持其他创业者。所以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早期的 deal，所以我最近跟
各个里面行业的创始人，聊的比较多，然后就，呃，然后因为大家也比较给面子吧，然后也有很多人说，过来跟我见面聊，然后我能够给的建议就给建议。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我跟 founder 聊，我学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过去7、8年一直在做币安，对吧？就是一直投门的做中央化交易所，我现在学了很多这种跟 AI、跟生物科学、就包括说区块链，区块链里面有很多新的东西，我其实大家有个误解，觉得我对区块链很了解，我对就是当你很忙的在搞一个中央化交易所的时候，很多新的东西你会接触不到，或者接触不是那么深，我只是很表层能看到而已。所以我现在可以花多点时间去跟这些 founder 学习，说他们究竟做了很多很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块挺有趣的，对。理解。对，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是不知道你平时刷推特没有？最近这个 Vitalik 这个被攻击的炮火很猛啊。然后我看昨天这个孙哥还帮他出谋划策什么来着？对你怎么看现在以太坊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说你呃他有什么建议我觉得那个其实更多的是大概是一个 PR crisis，就是它这更多是一个 PR 问题。？OK，我觉得第一是以太坊还是很强的，这块我们不能否认。你就光看它市值来讲，它还是比所有其他的币都大，除了比特币之外。Solana 虽然现在上涨的比较快，创现在还在后面呢。所以就是呃，说实话，孙哥呢一直是比较喜欢蹭热点，对吧？就是他做 PR 一直比较好，但是说实话，孙哥给 Vitalik 建议，就像一个小的交易所给一个大交易所建议，就是就是你这东西你的业务做的没有还不如人家，说实话。对，呃，孙哥当然有他孙哥很聪明的地方，然后也有他很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每个创始人都有他非常能干的一面。我觉得 Vitalik 还是一个就是Vitalik 是技术天才，我们这个不能忽视，也不能否认。就包括 ERC20是他发明的，对吧？然后NFT 也是他发明的，然后 Soulbound Token 也是他发明的。就是这些东西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在以太坊上先发明出来的，这个我们不能否认他对整个行业的贡献。现在短期之内币价有点不涨，这个东西我觉得但是很多炒币的人、投资人是非常短期的。你要看整个以太坊的市值来讲，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支持行业里的每一个创业者。Vitalik 是非常不容易的，孙哥也非常不容易。然后虽然我就说他就是怎么样，但是孙哥也非常不容易。是是，然后对每个创业者都非常不容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会去支持很多个创业者。然后对炒币的人来说，他们短期的涨亏盈福，这个东西呢，很难去你很难100%去满足所有人，不可能直线一直往上涨的。这个行业里面必须有行业里面肯定会有波动。所以就是我是建议大家保持一个长期的心态，而且也不要说因为一个币涨了，我先拿着币没涨就开始骂我现在是持有这个币。每个币，比特币以太坊涨的时候也是有的，然后而且以太坊早期涨的以太坊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跑赢比特币的，就从它有了以来，跑赢嗯，比特币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这块呢，我觉得就是我还是非常支持行业里面非常辛苦在创业的。Vitalik 呢，最近发了几篇tweet，就是可能这个踩的点，太焦虑了。而且说话的方式呢，可这就是中国人就说这个话说的可能不是那么好听。对，就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只是因他是一个技术直男，然后而且年纪比较轻，他说话就比较直一点。他说哦，他的 EF 还是他控制，还是他指嗯。定，那大家就更骂他。然后所以就他可能只是说话方式上来说，说的不是那么到人心。但是我觉得这个从一个行业者来讲，我觉得我们对他要有点包容，要有点包容心，不能说为了一点点事情就去给他很大压力。Vitalik 非常不容易的，对对，而且这个行业也需要多样性嘛，你不能每一个人都是 Solana，对吧？每一个人都去发 Mecoin，或者每一个人都对是孙哥，那也不行，对不对？就还是应该不一样。对，那其实对，你刚才说到你这个现在核心是跟创业者交流，支持创业者啊，但是币圈可能创业面临一个困难，就最近有一句话很流行啊，叫这个好的币圈产品不需要代币，好的代币不需要产品之类的，whatever 就类似。就币圈创业好像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金融类的这种越来越 Ponzi，好像很难赚钱，或者是就是创业的道路非常窄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你觉得对于这种创业者，你有什么希望对他们的建议啊，或者是对一些思考？OK，这句话我今天真的第一次听。第二是我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很多机会，我觉得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可以把项目做好，也可以有 token 的 performance 也会很好。然后我反而觉得，如果只有 token 没有项目，长期来讲，长期的价值我是看不懂它是怎么维持的。就是你的 token 你可以发 meme coin，但是 meme coin 后面还是需要有价格支持，还需要有价值支持，就需要有 value。然后长期来讲，你不能光靠炒，就那所以我的看法是，现在行业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去中心化交易所的量现在在上升，所以就用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人越来越多。在整个区块链里面，就是每个链到现在都会量高的时候都会卡顿，就包括 Solana 说是多快多快，但是我们也看到最近也会卡顿。然后从钱包的易用性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然后还有很多行业，没有被区块链服务，就像 DeFi，就是有很多科学家需要融资，他也在做研究，当然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研究出来那一个就有可能涨很多很多。所以就是它有很多模型是可以跑通的，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现在模型还没有跑通。然后现在是政治人物现在开始发 meme coins，发完了之后这个 meme coins 怎么支持？然后这块也应该有人去做，就也应该有人去支持去探索。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创业者，我一直是看到有很多无数个机会，我做不过来。我看到的永远是缺创业者去做，就是好的创业者永远是最稀缺的资源。然后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可能可能炒币的人就想说啊，为什么不是每个币我买到就马上猛涨？但是我觉得这个总的来说，你如果看就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拿几个月的时间来看，几个月之前比特币才60万的时候，6万的时候，6万美元的时候，7万美元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了，又新高等等的。现在10万美元，然后大家还在抱怨，我不知道我这个心态有时候不能说每太天都涨，着急了。对对，就不得所以我觉得从多数如果有人抱怨的话，应该还是从长远来看。你觉得这个周期比特币最高能涨到多少？这个我一这个不直不敢说。好意思了。对，这个很多人问我，对对对但是这个我真的没法说。但对对。我觉得比特币这一波应该还没到头儿，就是现在应嗯该不是牛市，应该没，就是现在 Trump 才刚上任，然后新的美国的那个合规条款，新的东西还没出来，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还是有很多这种正面的发展。所以但是呢，我对整个行业一直是非常正面的，就嗯在最熊的熊市里面，我还是非常 bullish，然后在 bullish 的地方，我也是 bullish，所以就是我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人，所以我的这种看法不一定特别准。你上次在迪拜的那个采访里，当时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川普还没有上任，whatever，就你那个时候说我们不想跟美国扯上任何一丁点关系。但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你今天的可能聊了很多，你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会不会又你跟川普或者说跟美国又走近了一点以后，万一2年或者4年以后，民主党又上台了，他这个政策又反复了，就这个你或者说你这个怎么把握这件事情会比较好？对，因为上次采访应该是在美国大选之前，上次采访应该是在10月底，11月初美国大选对。才是美国大选，所以就刚刚好在美国大选之前，所以当时对美国的形势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也不知道谁会选赢，而且就算选赢了，也不知道 Trump 对那个数字货币究竟有多乐观。但是最近几个月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不光是他选赢了，而且他发币了，然后就这个东西是以前想不到的，对吧？太夸张了。然后而且他现在目前美国指定的一系列的这种新的官员或者新的政府的核心岗位的一些人，都是对数字货币支持非常强的。而且现在从这一次的这个换届来讲，很明显的是数字货币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年轻人很多是有持币的，然后你若对数字货币不友好，是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财富。那这些影响人的财富的时候，他们投票这个是用屁股投的，不需要用头脑投的。所以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一次来讲，已经非常明显的说，数字货币是不可忽略的了。我觉得之前的那个这个之前的那派呢，就是说我的个人感觉，他们觉得数字货币是个不好的东西，他们打压它可能得到的支持会更多，但是现在明显的竞选结果是相反的。那么
就是那个认知应该是错的。所以就算4年之后四年里面，我觉得数字货币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所以4年之后，那个认知再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就是不管是哪个党赢了，就这东西就像说这东西就像说当年的互联网。刚开始大家觉得互联网不好还是不好等等，还是真的假的，然后但是一旦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它的认可度就不可能不再被忽视了。所以就是我觉得4年之后的这个风险，第一是比较小，而第二是目前来看，美国的这个 Republican 的这个人才储备还是非常强的。这个 Vance 就是他的副总统，现在人望也非常高。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4年之后再看吧。但是反正现在美国对数字货币正面是对整个行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非常努力的再去推进这个区块链的监管条款，而且条款都变得非常友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正面的。那币安在呃币安现在是没有服务美国用户。然后但是我们有个分开的公司叫 Binance US，就币安美国。那个名字虽然叫币安，但其实跟币安是完全独立的公司。然后那个还在，那个虽然现在因为之前的一些问题先变小了很多，但是现在那个还在。所以那块儿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美国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利用美国这一波的这些利好，然后能够继续成长。我觉得他们的产品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然后他们在2度都达到了大概Coinbase 整个全球交易量的40%-50%。然后但是2度都是因为其他的第三方原因跌下来的。对，所以他们只要是在监管条款不出公平对待的情况下，他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这块我倒不是特别担心。理解。对，嗯我们还这个，就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还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第一嗯。是想问你日常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第二是你这个说你的这个以前的每年的新年愿望是要练出这个6块腹肌还是8块腹肌，现在进度怎么样？第三是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个？啊，OK。那个第一个是日常生活的话，就日常的这个 schedule，我现在比以前轻松很多了。我现在每天还会开大概7-8个会，见一些人，然后打几个电话。但我现在每天可以运动。我每天可以去健身，每天可以去做一些我现在比较喜欢的2个运动。都是跟一块板有关系的，一个是滑雪，一个是风筝冲浪。然后就这两个运动，我现在都挺喜欢的。所以我就每天就是有风的时候，我就会去玩那么1-2个小时，然后剩下的反正7-8个小时我会去开会等等。然后所以我现在轻松很多。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更像一个退休的投资人。跟以前那个 BN CEO 的比以前做 BN CEO 的生活好太多了。然后那个第二是那个6块腹肌。我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是隐隐约约有6块腹肌的，我有张照片。吃的比较清淡，因为那个东西真的很难吃，所以毕竟不得不就吃的会少。然后刚出来的时候隐隐约约有6块腹肌，我有张照片，如果哪天有勇气的时候，我可能会发一下。然后那是我自己随手在厕所就拍的。然后所以不是一个很 fancy 的照片。然后从那之后，从监狱出来之后，就很难维持6块腹肌。因为当你吃的很苦，突然有好吃的之后就很难。腹肌是需要去限制吃的。然后那个现在我的意志力对吃的限制的意志力不是特别强，所以现在6块腹肌又没了。然后那个大概是我最接近六块腹肌的一次了。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最是喜欢的一个城市。城市来讲，其实我喜欢很多城市。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点。我现在觉得就是我现在在 UAE Dubai 阿布达比这边住的非常舒服。因为我觉得这边整个商业环境、数字货币的环境、整个国家的管理还有治安什么都非常好。这边有不好的地方，它是个沙漠。夏天的确比较热，冬天很舒服，现在很舒服，但夏天的确比较热。那全世界像东京我也很喜欢，香港我也很喜欢，新加坡我也很喜欢。然后欧洲也有很多很好的城市。但是欧洲整个的来说呢，现在对数字货币来讲，发展的比较慢，所以我去的比较少。然理解。后南美美国南美我就去的比较少一些，因为毕竟比较远。所以我现在
多数还是在中东跟亚洲。我跑了泰国泰国就是也是交通比较拥挤，其他的我也都蛮喜欢的，对。对，骑摩托出行，这车要堵死了。对对，但我一般去什么地方，我一般也就待在一个酒店，我在路上的时间并不多，我就一般就在一个酒店见很多人。嗯。对。对，最后要不这个也非常感谢 CJ 的时间啊，今天这个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你继续交流一些话题。对，没问题，这肯定的，最后请你能不能因为中国的新年快到了，能不能请你对中啊。国的这个不管是创业者啊，还是投资者呀，说一点你的这个想法，或者对他们的这个建议啊、祝福啊等等啊。嗯，好呀好呀，我觉得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非常感谢 Colin 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我们以后就肯定可以经常聊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呃在很多亚洲人的社区里面，之前我一直是让那个尽量是让合一去做亚洲市场，然后我一般是比较专注在英语，就是我们一般这样分工。对，所以我对中国的那个社区里面沟通的可能不太够。现在我退休了嘛，反正我就做我个人，那我我从我个人角度，我两边都一起沟通。所以我这里第一是说，我觉得得给大家建议是，呃要有正确的要有耐心，正确的看待这个行业跟这个技术，跟这个就是行业发展等等。我觉得不管是从投资者还是创业者来讲，整个行业应该是在一个上升期，所以这块就但是就它不一定是每一天啊，但是就是从月度或者是年度来看，我们现在应该是在一个非常利好的地方。但是这块大家心态一定不要急，不管是创业的、发币的还是投资的，我觉得还是要安安稳稳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今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年，所以我在这里也祝所有的中国社区的朋友们或支持者们，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另外是我未来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接触中文社区。对，反正我们以后可以多多交流。好，谢谢 CJ，谢谢你的时间，拜 OK，拜，好，谢谢考磊。OK，拜拜。好，拜拜。